今天我们将从地球出发，一路飞向银河系最深处，那里藏着一个430万倍太阳质量的超大质量黑洞。在地球上，我们日常的距离都非常渺小。请看屏幕顶部的这个加速度条，它会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火箭飞船每一秒速度会提升多少。重点在于，这个加速度是不断叠加的。第一秒过后，我们会快一点点；第二秒，我们再叠加一次速度，就这样一秒又一秒，不断累加。我们的总速度，简单来说，就是每一秒加速度的总和。这能让我们直观感受到宇宙究竟有多么浩瀚。我们将要飞行26700光年，抵达银河系的中心。那里聚集着数百万颗紧密簇拥的恒星，而在最核心的位置就是那个超大质量黑洞。很快，我们的太阳就会变成身后一颗普通的恒星，银河系真正的尺度也将逐渐展现在我们眼前。在这段旅程中，请注意观察加速度条，看看我们的飞船需要加速到多快，才能看到恒星在天空中明显移动。我们此刻是在模拟视觉加速效果，真实宇宙中无法超越光速，光速为29979,2458米每秒，即便以光速飞行，我们仍然看不到任何一颗恒星发生明显位移。那我们继续提升模拟航行速度。现在，我们的模拟航行速度达到 6.6 天文单位每秒。1天文单位指的是地球与太阳之间的平均距离。可即便这样，恒星依然几乎不动。我们继续加快速度。终于，我们能看到恒星的位置开始发生变化了。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知识点，天文学家估算，大约1/10到1/20的恒星都拥有一颗类地行星围绕其运转。考虑到我们现在每秒都会飞跃成百上千颗恒星，宇宙中存在的类地行星数量其实极为庞大。在前往银河系中心之前，我们先探访一处著名的天体，这里就是老鹰星云，一个位于巨蛇座的年轻星云。在星云内部就是著名的创生之柱，这是人类在宇宙中拍摄过最知名也最壮美的景象之一。这张就是老鹰星云的照片，由哈勃空间望远镜拍摄。在照片里，你可以看到创生之柱就在这个位置，而在它左侧还有一个不太为人熟知的结构，被称为尖塔星云。它的壮丽程度丝毫不亚于创生之柱。这是尖塔星云的照片，它的高度大约是创生之柱的2倍。这两处由气体构成的巨型结构，都在被附近新生恒星的强烈辐射慢慢侵蚀消散。而这张是创生之柱的特写，这些巨大的气体柱高达4到5光年，约合40到50万亿公里。在这些柱体内部，引力正缓慢地将气体和尘埃聚拢在一起，孕育出一颗颗全新的恒星。
我们把曝光调低一点，能更清晰地看到星云的轮廓。虽然比不上真实照片那么精细，但你依然可以清楚看到创生之柱的大致轮廓。现在我们继续向银河系中心前进。目前我们距离地球大约6800光年，这正是老鹰星云与地球的距离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还剩下大约19900光年的路程。再感受一下，我们需要多快的模拟速度，才能看到这片星云明显移动。这也能让你直观体会到这些气体云团究竟有多么庞大。现在，不妨静下心来，欣赏你所能想象到的最为壮丽的景象之一。这里就是银河系的核心，数百万颗恒星高度密集地聚集在一起，而在它的正中央是一颗质量为太阳430万倍的超大质量黑洞。你可以看到星团散布在银星周围，星团是一组受引力束缚、拥有共同起源与年龄、由同一片分子云形成的恒星集团。星团主要分为两类，一类是球状星团，包含数十万到上百万颗恒星，呈球形分布；另一类是疏散星团，只有几十到几千颗恒星，在银河系外围更为常见。银河系核心区域的恒星与星团密度远高于外围区域，因为银河系中心环境极其活跃，无数气体和尘埃云不断碰撞、坍缩，在数十亿年间持续形成恒星。这种剧烈的活动让银星聚集了数量惊人的恒星，造就了全宇宙最明亮、最拥挤的区域之一。现在你可以看到黑洞近旁的恒星了，这些恒星的运行速度快得惊人，人类观测到速度最快的一颗运行速度达到了8000千米每秒。相比之下，我们的太阳公转速度仅为230千米每秒。天文学家通过常年追踪这些恒星的运动，直接观测到了它们的轨道，并制作出了延时影像，展示这些恒星围绕银河系中心一个不可见天体运行的轨迹。从这些恒星的运动中，我们得出了一个惊人结论：宇宙中只有一种天体拥有足够强大的引力，能让恒星以如此恐怖的速度围绕其运转，那就是超大质量黑洞。这里有一个你可能会感兴趣的问题：银河系中心的恒星会不会比外围的恒星靠得更近？答案是肯定的，而且差距极其悬殊。在我们所处的银河系外围区域，离太阳最近的恒星也在4光年开外，但在银心附近，恒星之间的距离可能只有几天文单位数光天。
这使得银星的恒星密度比太阳附近区域高出近1000倍。如果把太阳放在银河系中心，我们夜空的亮度会堪比满月，甚至夜晚都能直接看书。在视频后半部分，我们会直观展示黑洞周围恒星的运行轨道，看看在全宇宙最极端的引力环境中，引力是如何运作的。我们现在正在接近人马座 A 这颗位于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，它距离地球约26700光年，如此遥远，在我们夜空中的视直径差不多等同于放在月球表面的一颗甜甜圈。正因如此，人类能成功拍摄到它的照片，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。尽管这颗黑洞的质量是太阳的430万倍，但它的体积却惊人的紧凑，直径大约只有地月距离的5倍，差不多只有水星公转轨道的1半大小。难以想象，如此巨大的质量被压缩在了一个比太阳系内侧空间还要小的区域里。我们终于抵达了整个银河系的中心，这里是我们太阳系以及银河系内另外4000亿颗恒星共同围绕运转的中心点。黑洞的存在本身就近乎不可思议，一片空间区域引力强大到连光都无法逃脱，如同在时空结构上撕开的一个无尽深渊。它们至今仍是宇宙中最神秘的天体，许多我们熟知的物理规律在这里都不再适用。刚才我提到，我们会直观展示黑洞周围恒星的轨道，现在就来实现它。
这些绿色的线条就是紧邻黑洞的恒星运行轨迹。我们再把视野放大，你就能看到完整的椭圆轨道。看着这些恒星围绕着一个完全看不见的天体，划出完美的椭圆轨迹，你会深刻意识到宇宙被数学规律深刻支配着。即便在银河系最极端的地方，这些恒星的运动依然遵循着简洁而优美的法则。